国师说过，你若进门早，会损阿瑶的命数。为了阿瑶，你委屈一下，再等等。他是将死之人，你不必与他争。我与宁远侯大婚当日，他要妻妾同娶，迎快燕妻的师妹进门。师妹孤苦，我怕她死后无人供奉香火，娶她进门只是为了让她有个名分。因侯府对我们江家有恩，我运了她，纳师妹进门为妾。可花轿临门时，他却让我在花轿中坐足半日，先迎了师妹进府。小姐，宁远侯府太过分了，即使过了1个时辰，花轿到了快半日，他们居然没有一个人出来迎亲。整齐的花轿晾在外头，倒先把妾迎进门，这侯府规矩可真新鲜。侯爷说姚姑娘身子要紧，侯爷为了姚姑娘身子着想，先迎了她进门。大夫说她事无多，请夫人再忍忍。我们小姐是镇国公嫡女，岂能让你们如此怠慢？侯爷还说，国师说了，小姐只能午后进门，否则会损姚姑娘的命数，还请夫人等至午时。若是午时方能进门，定日子的时候侯爷怎么不提？偏花轿临门了，你们才说。实在是姚姑娘身子弱，侯爷也是为了她着想。嫁妆多有什么用？镇国公嫡女又如何？里头侯爷早早和妾拜了堂，他这正妻还在门口喝风呢。正妻没进门，妾是先拜堂，这不是宠妾灭妻是什么？我要是江小姐，就算是天家赐婚也不嫁。婉婉，还差1个时辰就到午时，你再忍忍。来人，给送亲的队伍送些茶水过来。这镇国公府的送亲队伍，这么热的天，看见茶水还真是一动不动啊。哼，人家送嫁的都是镇国公的手下，训练有素。江小姐不发话，谁都不会动。谁稀罕喝她那破茶？哼！裴哥哥，是夫人生气了吗？是不是因为裴哥哥娶了我，所以夫人不高兴？阿瑶，大夫让你别吹风，你出来做什么？夫人，都是姚娘的错，我只是担心我死后无人供奉，是我求裴哥哥纳我进门，给我一个容身之所。我什么都不会和你抢的，我发誓，我会待在我的院子，不让你心烦。若你不喜欢我，我也可以离开侯府，我住到庙里也可以的。我只想要一个名分，让我死后魂魄有处可归，求夫人成全。夫人就算以后是侯府主母，也欺人太甚了些。谁都知道我家小姐时日无多，只想要一个安心，所以才求侯爷给一个名分。夫人什么都有，却为何要因这一件小事对我们小姐苦苦相逼？难不成就真的这样善妒，这样容不下我们小姐吗？都夸镇国公嫡女大气端庄，今儿一见也不过如此。人家都快死了，求个名分而已，至于当街给人难堪吗？小姐何苦求他？你昨日才吐了血，又何必这样委屈？侯爷既然娶你进门，你如今便是侯府的主子，又何必在乎别人怎么想？难道你还不够苦吗？这婚约本是你的，只不过你忍气吞声让了出来，偏偏有人不知好歹对你咄咄相逼。不是吧？这师妹和侯爷有婚约的呢？镇国公府势大，想必是江小姐看中了侯爷，逼着人娶她呗。这姚姑娘身子弱，看着真是可怜。听说是寄居在侯府的孤女，难怪了，无娘家可依，只能由着人欺负。难道这新娘子仗着是镇国公嫡女，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？我还未开口，便被人说成了仗势欺人之辈，说我可以忍，可牵扯到镇国公府，我却不能不开口。小桃，先莲。侯爷，我竟不知，原来你曾有过婚约。新娘子没拜堂便先盖头，这可不吉利啊！小姐，你怎么能自己先盖头啊？这怎么能行？若小姐委屈，我们差人禀告国公爷，让国公爷做主。你不必如此，不必惊动父亲。侯爷，这门亲事，
是你亲自在陛下面前去求的赐婚。如若侯爷早有婚约，为何停婚再议亲？这是骗婚！我堂堂镇国公府嫡女，还不屑于与人争一门婚事。你师妹说这婚约是她让给我的，大可不必。夫人息怒，都是丫雯说错了话，那只是小时候双方父母口头婚约，做不了数。只不过两家是世交，小时候常拿此事开玩笑，所以姚娘曾在丫雯面前提过，她今日才会这么说，还请夫人莫怪。哟，我竟不知道，原来儿女婚事在你们两家是可以随便开玩笑的，真让我开了眼。方才你话里话外的意思，皆是镇国公府抢了你的婚事，委屈了你，逼你做了妾。今日当着众人的面，不如把话说清，到底是我抢了你的婚事，还是你信口雌黄？姚姑娘，名声攸关，可不是你一句玩笑话便能搪塞下去的。若不说清，明日这满京城便该传闻镇国公府仗势欺人，抢孤女婚事了。裴哥哥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说了口，我不知道夫人会这样在意。婉婉，你何必如此斤斤计较？娶姚娘进门，不是你自己同意的吗？你点了头，我才迎她进门做了贵妾。今日你又这样闹，这是为什么？难道你一定要在大婚这日闹出事来，让人知道你才是侯府主母？要在今日让姚娘难堪，才显得出你的威风吗？侯爷迎师妹进门，竟是江小姐答应了的，那他又闹这一遭做什么？你同我说的是，你师妹快死了，活不过几日，只做个形式迎她当个妾，有个名分，100年后能有人供奉香烛。可是谁家抬一个妾，是和正妻选在同一日，还在正妻前入了门拜了堂。皇上赐的婚期，礼部操持的婚礼，一个妾先拜了堂，而正妻却在门外等了半日。请侯爷告诉镇国公府，这是什么道理？是啊，今日可是皇上赐婚的日子，朝中大臣都送了礼过来，听说全让姨娘收了，毕竟是姨娘先拜的堂，礼都直接送姨娘房里了。哼，这不知道的还以为镇国公府嫡女入门做田袍呢。哼。我不是让管事告诉你了，国师说了，姚娘的命数多波折，主母进门时间越早，对她越是不好。所以我才定在午时再让你进门，我也没有让你等到晚上，你到底还要如何？难道你进门的时辰比人命还重要吗？裴哥哥，我答应你纳她为妾，是因为你说她病入膏肓，只要一个名分。可是如今她活蹦乱跳的在这里拜堂成亲，和宾客见礼，谁见了不夸一句侯爷的姨娘光鲜照人？难不成你告诉我，她这是回光返照吗？裴云州，这样烂的借口，你用得不心虚吗？这宁远侯也太过分了些，不就是想纳妾吗？何必找这么多理由？哼，男人就是这样，为了纳妾，什么法子都想得出来，可够不要脸的。正处没进门，妾先进门了。不是说他师妹身子弱下不了地吗？这看着身子比我们还好呢，红光满面的，还有力气吵架。裴哥哥，要不就让夫人进门吧。国师说会损我命数，我不在乎。我不希望裴哥哥被人非议，瑶儿就算是死，也要护着裴哥哥。不行，我不能拿你性命开玩笑。不过还有一个时辰，等等又如何？今日是皇上赐婚，还有一个时辰便到午时，到时候我会迎你进门，以后你就是侯府主母，我只让你委屈这一次。婉婉，你要有做主母的气度。大小姐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们便是把侯府大门砸了，也要让你敞亮的走进去。我看谁敢说一个不字。就是，镇国公府的人哪能受这份气？大小姐，咱不受这委屈，只要你一句话，咱们就把花轿抬进去。这就是镇国公府上人的气度和行事风度。你们就不怕我一状告到陛下面前，说镇国公府狂妄自大？在你面前狂妄自大，你又能如何？宁远侯府可对镇国公有恩，你们现在是要做忘恩负义之辈吗？哼，
宁远侯府如今示威，若非老侯爷当年对镇国公有个恩情，侯爷上门求娶我家小姐时，镇国公绝不会答应。父亲本为我选好了良婿，裴家以恩情求娶江家嫡女，我不忍父亲为难，却没想到白眼狼永远是白眼狼，养不熟。若不是看在那点恩情分上，就凭裴家如今的门第，也配娶镇国公嫡女。真以为那点恩情比天大呀？这半日花轿等在门外，镇国公嫡女忍气吞声了几个时辰，江家欠裴家的，怕是什么都还清了。这婚我不结了。来人，起轿回镇国公府。什么？起轿回镇国公府。婉婉，你疯了吗？花轿临门，马上要拜堂成亲了，你居然要回镇国公府？满堂宾客都在里面候着，你是要把我裴家的脸面扔在地上吗？你这是抗旨！侯爷，你不是与那姚娘拜堂成亲了吗？满堂宾客已看过你的婚礼，有何不妥？皇上赐婚定的吉时是辰时，而如今已是午时，吉时早过了。辰时与你拜堂的是姚娘，而不是我家小姐。宁远侯，在皇上钦点的吉时与你拜堂的是个妾室，这抗旨的人是你还是我，还需陛下判明。我们裴家对你们江家有恩，你怎么能这样打我们裴家的脸？裴家不过就是让出了一味药材，我们江家也是真金白银付了银子的。我们小姐顾念旧情才应了这门亲事，到头来反倒被你们这么欺负。说得好。今日花轿门前后亲之辱，足够还清江家与裴家那点旧恩了。从今往后，江家和裴家再无恩情牵扯，你我便是陌路人。这门婚事就此作罢。宁远侯，你好自为之。婉婉，你不能走！你敢抗旨悔婚，我要进宫告你们镇国公府无故悔婚，无视君上！裴哥哥，你怎么了？来人，把人给我拿下！我夫君是宁远侯，你敢对侯爷动手，好大的胆子！你是什么人？敢以下犯上！我是虎贲将军谢真，奉镇国公之命护江小姐出嫁，如今不嫁了，自然要将人护送回府。以下犯上，你问问宁远侯，他算什么上？我打他一顿，他敢说我以下犯上吗？起轿，回府。江家嫡女就该有这份骨气，我刚才都替她憋得慌，被晾了半日，换谁受得了？如今掉头就走，看他裴家怎么收场。收什么场啊？为个妾室把天家御赐的婚事搞砸，宁远侯府这回怕是要倒大霉喽！这都什么时辰了？江家的花轿怎么还没抬进门？莫不是因为在门外等了一会儿，便发小姐脾气不成？都说镇国公府势大，恐怕国公府的小姐脾气也大，入门前杀杀她的气性也好，让她知道嫁人为妇三从四德，出嫁从夫。老夫人，不好了，江家的轿子不进门，抬回去了。什么？裴家这事儿做的也太荒唐了，让正室在外面等了半日，倒和妾先拜了堂。这妾室先进门的消息传出去，镇国公能咽这口气才怪。侯爷大概以为皇上赐婚，婚事是不会变的，这才敢在花轿临门时拿捏人家。谁知江家嫡女有气性，人家不嫁了，这下可有好戏看了。这事儿闹出来，要是镇国公告裴侯爷一个宠妾灭妻，恐怕侯爷吃不了兜着走。母亲，都是姚娘不好，因为姚娘夫人才生了这么大的气。什么夫人？她还未进门，当不得这宁远侯夫人。哼！可是，若江小姐回府和镇国公告状，他们会不会对裴哥哥不利？到时候他们恶人先告状怎么办？裴哥哥，不管怎么说，
这是御赐的婚事，不能轻易取消的。我去给江姑娘道歉，我去求她原谅。只要她肯重新进门，瑶娘无论怎么样都可以。这瑶娘倒是个痴情。裴哥哥，她是名门贵女，今日肯定是觉得被下了面子，所以生气了。我去求她，她要打要骂都可以，只求她别生裴哥哥的气。咱们今日来都是看在镇国公的面子上，结果正妻没进门，都先吃了一顿纳妾宴。这要是传到镇国公耳朵里，以为咱们是站裴家这边的，那可说不清了。谁说不是？这时候不赶紧撇清关系，还等什么？老夫人，家中还有杂事，就先告辞了。我也是，同去同去。这喜宴还未结束，怎么就走了？你们裴家这事儿办得不对啊，现在只怕这桩婚事成不了啊。老姐姐，宠妾灭妻的罪名可不是小事，更何况这是皇上赐婚，你们打的可是皇上的脸。若你们裴家不能劝得江小姐回心转意，只怕闹到陛下面前，你家侯爷这前程可就悬了。还结什么亲？南唐宾客走了个干净，只剩下咱们裴家的人，老夫的脸面今日算是丢尽了。都是些趋炎附势之人，哼，不过都是怕镇国公府的人罢了。等婉婉进了门，到时候他们还想来巴结我，晚了。裴哥哥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跪下！若不是你，周儿怎么会做出这样的糊涂事儿？一个孤女，侯府收留你已是天大的恩德。哼，你倒好，居然把周儿迷得昏了头，做出这等事来。母亲，哼，一个妾室，居然敢抢在正式签前头进门，还堂而皇之拜了堂。拜堂那是只有正头娘子才配有的名分，你一个妾都拜了堂，那江家嫡女往后进门算怎么回事？难道算平妻吗？老夫人息怒，都是瑶娘不好。母亲，不过进门晚几个时辰，怎么就要取消婚约？嫁妆和花轿都抬回去了，难道国公府便不怕丢脸吗？定然是婉婉耍性子，明日我上门去哄哄她，说几句软话，她消了气，这婚事自然还能成。都是我的错，害婉婉受了委屈。我今日登门请罪，只求婉婉消消气，我认打认骂，绝不还手。求江姑娘开恩，都是瑶娘的错，我不该贪图名分，是我不知轻重，只想着死前能有个名分，往后自会偏居医院，再也不会打扰裴哥哥和江姑娘。瑶娘愚钝，不知道进门先后是有讲究的，是我惹得江姑娘生了气，只求江姑娘开恩，千万别生裴哥哥的气。江姑娘，只要你还愿意做着侯府主母，哪怕让我从此青灯古佛了此残生，我也毫无怨言。江姑娘，求您原谅瑶娘，瑶娘给你磕头请罪了。这江姑娘气性也太大了，不过就是个妾，有什么忍不住的？哼，说得倒轻巧。要是你闺女嫁人，女婿先跟妾室拜堂，你能愿意？就是这个礼，嫡庶不能乱，妻妾的礼数更不能乱。这宁远侯这可是皇上亲赐的婚事，旁人都把这当成天赐荣耀。哼，他倒好，把正妻晾在门口等了半日，说要午时才能进门。大清早跪在别人府邸门前吵吵闹闹，你们宁远侯府的规矩都被狗吃了。我夫人还未梳洗，既然二位是来找她的，有什么事同我说是一样的。什么你夫人？我找的是婉婉，江家嫡女江婉婉，跟你没关系，跟你那夫人更是八竿子打不着。哼，昨日我与婉婉已在众人见证下拜堂成亲，如今她已是我的将军夫人。岂有此理！我与婉婉是皇上赐婚，婚约还没解除，她怎么敢另嫁别人？国公府就是这般不知廉耻吗？一女二嫁，简直岂有此理！我要进宫面圣，要告到陛下为我做主。江婉婉，你出来和我说个清楚。不过多等了一会儿，我当然理解你会闹点脾气，但你怎么敢另嫁他人？你这是在羞辱我宁远侯府！
江小姐是高门贵女，既然与裴哥哥有婚约，又怎么能另嫁他人？恐怕陛下也没法为侯爷做主了。昨日赴宴的宾客都清楚，裴侯爷昨日已经与人拜堂成亲，新人却不是江家小姐，那从前的婚约自然就作废了。我何时娶了妻？你休要胡说！各位，咱们天朝的礼法，娶正妻是不是要3拜天地？拜了天地的就算正妻。谢小将军说的没错，拜了天地就是正头夫妻，这是咱们天朝的礼规矩。这话没错，只有正头娘子能拜堂，妾室别说拜堂了，按规矩进门都得走小门进。昨日宁远侯府的宾客皆可为证，在皇上钦定的时辰里，侯爷拜堂娶的是这位寄住侯府的侍妹，而非婉婉。当着满堂宾客的面和别的女人拜了堂成了亲，这婚约自然是作废了。难不成宁远侯是想让江家嫡女做平妻，这才搭了这么大个戏台子？侯爷祖上确实风光，出世能官至丞相，从军可位列将军，可惜半分世家子弟的风度你都没学到。如今你宁远侯早已是个破落户，哪来这么大的脸让镇国公嫡女给你做平妻？昨日是事出有因，姚娘身子不好，时日无多，她最后的心愿便是与我拜一次堂。难道婉婉这样也不能容忍吗？姚娘陪不了我多久，我只不过是完成她的一个小小心愿而已。我从没有悔婚，婚约也未作废，但是婉婉居然嫁了旁人，我绝不同意。瞧瞧，江家嫡女已是妇人装扮，真成将军夫人了。江婉婉，你怎么敢另嫁他人？昨日我从宁远侯府离开后，父亲与夫君便一同入宫，将此事禀明陛下。陛下已经下旨取消了你我2人的婚约。怎么会如此？我们明明就要成亲了，你怎么能因为进门的时辰这等小事便如此意气用行？你明知我是要娶你的，我当然是想娶你的。来人，把人轰走，别扰了夫人清静。婉婉，谢真是一个孤儿，无家族帮衬，不过一介武夫，你嫁给他有何好处？孤儿怎么了？我不仅骁勇能干，同品阶的将军我最年轻，我还可以入赘，岳父岳母高兴得不得了，平白多了个儿子呢。外面这么多人听着，你少胡说八道。陛下赐给我的宅子还未打理，我如今住在国公府，新房也是国公府布置的，怎么就不能说我是入赘了？堂堂虎贲将军，旁人都自认是一家之主，正得功成名就，娶妻生子，光耀门楣。偏你倒好，视功名如粪土，还乐呵地说入赘也无妨。能娶夫人，怎样都可以。昨日谢真送了我的花轿回国公府，父亲大怒。宁远侯府这般欺人太甚，我即刻便进宫，请皇上做主取消这门婚约。取消这门婚事自然是当务之急，但宁远侯行事卑劣，明日定然会上门纠缠。届时他不肯罢休，反倒会给江小姐惹来大麻烦。不如趁今日宾客未尽，进宫请取消婚约时，再替小姐请一道圣旨，寻个良人嫁了。你方才说要替婉婉寻个良人，我觉得你不错，你怎么想？末将自然是求之不得，只是怕国公嫌末将乃是孤儿，无甚家世背景，江小姐嫁与我，怕是要被京城贵女耻笑。婉婉向来不在意这些，倒是你小子在边关打了这么多年仗，没靠家世，没靠父荫，凭自己挣得累累军功，比那些靠祖上阴封的纨绔子弟强了不知多少倍。婉婉交给你，我放心，往后国公府便是你的家。走，随我进宫请旨。裴家竟荒唐到这般地步，天家赐婚，他们竟视若儿戏，这裴云州实在是辱没了门楣。陛下，这般姻缘臣不敢领受，恳请陛下取消这桩婚约。镇国公嫡女与宁远侯的婚事就此作废。谢将军，你同镇国公一起进宫，总不会只是来办个木桩的，你可是有话说。末将斗胆，愿凭些许军功，求陛下将江小姐赐婚于我。臣看这小子比裴家那个强。镇国公既然满意，也罢，你旨
赐虎斑将军谢珍与镇国公嫡女姜氏择日完婚。江小姐，这婚事，你若是心里不痛快，不必勉强。今日若不是你，我恐怕还在宁远侯府门口任人看笑话，与那宁远侯纠缠。谢珍，多谢你替我解围。替你解围或许是真的，可我想娶你，不是临时起意。那年我刚从边关回来，在宫里当值，远远看见你在桃树下踮着脚去够枝头开得最盛的那枝，花瓣落在你发间，似彩蝶翩跹。后来我每回来国公府，都盼着能在牢下碰见你，哪怕只是远远看你一眼，我都能高兴一整天。今日这场婚事对我而言，从来不是权宜之计。傻瓜，我既然答应嫁给你，便是真心想嫁，从来没有什么退而求其次。我选的就是你，管你是权宜之计还是处心积虑。昨夜许下的誓言，此生都不会变。婉婉，此生此世，我只要你一人。臣要弹劾宁远侯裴云州不遵礼法，宠妾灭妻。遇次婚事，他竟让妾室先拜堂，将正妻晾在门外。此等行径，置天家礼法于何地？裴云州，你与镇国公嫡女的婚约已然作废。既然你这般在乎你那位侍妹，朕成全你。你们已然拜堂，那她就是你的正妻。朕也无需在你旨意，以后好好做你的宁远侯，莫要辱没了你祖上的功劳。陛下，退下吧。听说了吗？宁远侯昨天在镇国公府门口下跪求见江小姐，结果人江小姐头一天就嫁了虎贲将军谢珍，还是谢将军亲自去请皇上赐的婚。那可不是，我还知道国公爷和谢小将军是一同入宫的，国公爷肯定是相当满意啊。要我说，这裴云州有什么脸去纠缠江小姐？宁远侯府不尊惹人笑话，先和侍妾拜堂成亲的侯爷，倒是我朝开国以来头一个。哼，还有更可笑的事儿呢，皇上都金口玉言定了。哼，既然侯爷这么看重你那侍妹，那就让她当这个正妻。那侍妹当初就是快不行了，才拦着江小姐比她先进门吗？如今反倒活得越来越硬朗，还成了正经的宁远侯夫人。侯夫人说，老侯爷花了1个月紧赶慢赶从边关回来，本来是和儿子喜酒的，半路上遇到暴雨耽搁了，估摸这2天也该到了。回来看到眼下这个烂摊子，非得气疯不可。裴云州啊，裴云州，你真以为宁远侯府只关乎你一人的前程？这是几代裴家人拼出来的基业，关系着裴家上下几百族人的前途。你这般任性妄为，是要将裴家人几辈子攒下的前程全毁在你手里吗？裴云州啊，裴云州，你这样的也配当宁远侯？实在是对不起祖宗留下的基业荫庇啊！我们公侯之家娶妻，本就是为了廉洁两性之好，合则两利更强，分则势单力弱。你若娶的是权贵之女也就罢了，偏偏娶一个心机深重的孤女，还闹出这等笑话，这是荒唐！侯府费了多大心思才攀上国公府这门亲，为的就是重振门楣。如今可好，你亲手把这大好姻缘给毁了，你便在这儿好好跪着，3日不许给他1粒米1水，让他好好反省。刘氏明知自己身份低微，竟敢引诱侯爷先迎他入门，明知此事不合礼法，还胆敢拜堂成亲。来人，将他带去家庙抄经，抄满100本，再做处置。老侯爷，瑶儿没有，是裴哥哥答应瑶娘的，是他说要让瑶儿先进门的。老夫人持家不正，教子不严，今日起，掌家权便交给胡姨娘。侯爷，此事已定，不必多言。妾身谨遵侯爷吩咐，往后定当尽心竭力，不敢有负侯爷所托。你这身孕几个月了？回老夫人已经4个月了，侯爷在边关时便有了。如今老侯爷已然将掌家权交到我手里，从今日起，每日的采买民资都必须交于我亲自过目。是，老奴这就吩咐下去。还有，从今往后，老夫人院子里的一切用度都按规矩来，
每日的燕窝减为1盏，不必再送。老夫人年事已高，需不受补，这些好东西还是留给咱侯爷用吧。老夫人安好，妾身正和管事们商议这个月的用度。老夫人若是有吩咐，尽管对妾身说便是。不必了，既然老侯爷已将掌家权交至你手里，我也没什么好再过问的。老夫人，咱们先回院子吧。瞧见没？胡姨娘坐在正厅主位上，管事嬷嬷都对她毕恭毕敬的，连大气都不敢出。胡姨娘肚子里可拍着老侯爷的骨肉，若侯爷再不精气，庶子出生又得了老侯爷宠爱，指不定这侯府最终落到谁的手里呢。老夫人，胡姨娘说您院里的仆妇岁数大了，怕照料不周，已经把3个调去了她院里，另外又送来了2个丫头过来。他倒是着急，才掌家几天，便急着消我的用度，调我的人。你一步错，步步错。如今这胡姨娘掌家，若你再不争气，她生下孩子，若我有3长2短，你父亲将她反正，她的孩子可就是嫡子。母亲，儿子是一时糊涂。你为了姚娘犯下这桩蠢事，如今当务之急是再娶一位高门贵女进门，有权势的岳家在你身后支撑，你才能在朝堂站稳脚跟，坐稳侯爷之位。可是皇上金口玉言，我与姚娘拜了堂，她就是正室，是正经的宁远侯夫人，我还如何能娶贵女为妻？哪家高门贵女愿意做妾？内宅的手段万千条，你何怕一个姚娘？我会安排嬷嬷在她的汤药里下一味绝子药，等她绝出了生养，你便借口她不能生养，将她降妻为妾。母亲，这咱们侯府又不是要休了她，当妾室养着，她一个孤女又能如何？到时候你便可顺理成章再娶一位妻子为宁远侯夫人。也是，姚娘本就身子弱，不能生养反而更好，免得因为生养亏了身子。夫人身子亏虚的厉害，这脉象怕是这辈子都不能生养了。不可能，大夫，我怎么会不能生养？大夫，你再诊一次，一定是诊错了。不过一个名分，我也是为了侯爷的爵位。你向来懂事，一定会知道我的苦楚，是不是？裴哥哥，姚娘是皇上亲口承认的宁远侯夫人，怎么能降妻为妾？哼，若非当初你搅了局，如今周儿早是镇国公的女婿，何愁前程？就是娶了你，如今仕途才会如此艰难。让你降妻为妾，还将你养在府里，已经是我们侯府仁至义尽了，你可别不知好歹。哼，若周儿没有前程，只怕更无你容身之地。姚娘，你不能生养也好，若是因为生育亏空身子，那样我会心疼。裴哥哥，你怎么能这样说？哼，你自己好自为之吧。这就是我费尽心力要嫁的男人，报应，全都是报应啊！王夫人，许久不见，您这气色越发好了。这位是李夫人吧？上次在宫宴上见过的。王夫人，听闻您府上千金还未许人家，我家周儿……哎呀，这牡丹开得真好。李夫人，咱们去那边看看。宁远侯刚娶了正妻不到2个月，便因为正妻不能生养，急着降妻为妾。这等门风，谁敢把女儿嫁进去？宁远侯府的婚事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，陛下都动怒了。满京城谁不知道？如今居然还想着攀高门贵女，哪家敢把女儿嫁去宁远侯府啊？不过江家小姐也是因祸得福，谢小将军比那空头侯爷好多了。这京城里但凡有头有脸的人家，谁还肯接宁远侯府的帖子？裴老夫人，夫人，看来裴家如今确实不太好过。宁远侯府是好是坏，都与咱们无关了。走吧，那边的牡丹开得正好。那婉婉正在偏西。那个逆子啊，刚成亲不到2个月，就闹出降妻为妾的丑事。如今满京城都在看宁远侯府的笑话，
侯府如今这名声，谁肯把女儿嫁进来趟这浑水？当初为了攀上镇国公府，费了多少心思，全被这逆子一把整没了。侯爷息怒，为这点事气坏了身子，可怎么好？妾身娘家有个侄女，父亲是个百夫长，也算是武将之家的女儿，身子骨结实，最是个好生养的。妾身觉得与周儿倒是挺般配的，夫君你不妨考虑一下。若夫君觉得可以，妾身立马去信给娘家，将侄女送进京来。既如此，便接进府来看看吧。别怕，这侯府往后就是你家了。待会儿见了侯爷，大方些便是。侯爷，这是茵儿，她父亲在边关立过军功，也是正经武将家的姑娘。胡姑娘，一路辛苦了。茵儿见过侯爷。怎么，看呆了？姨母，侯爷长得那样好看，又那样温和，茵儿一见便喜欢，求姨母替茵儿做主，茵儿一定要嫁给他。急什么？有姨母在，这侯府将来是谁的还说不准呢。你只要乖乖听姨母的话，往后这宁远侯夫人的位置未必不是你的。他胡氏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，自己就是一个妾室，还想让一个小小百夫长的女儿坐上我宁远侯府正头夫人的位置。老夫人息怒，如今侯爷在朝堂不受待见，婚事难成。这位胡姑娘虽然家世不高，但名声终究比现在那位姚娘好些。罢了，眼下也只能这么办了。若是她性子安分，便勉强给她一个妾室名分；想做正妻，她胡家还没积下这份功德。侯爷醉了，你把醒酒汤送进去，好好照顾着，这可是难得的机会，别让姨母失望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嫣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姨母叫我给侯爷送醒酒汤，结果侯爷拉着我不让我走，我实在挣脱不了，我怕极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胡说！我昨夜喝醉了，什么都不记得，此事定有蹊跷。蹊跷？事已至此，还谈什么蹊跷？你占了人家姑娘的清白，就得负责。胡颖儿是胡姨娘的娘家侄女，不过边关校尉之女，也配入我们宁远侯府的门。茵儿再怎么说也是清白人家的女儿，若侯府这般不负责，传出去，可就不只是降妻为妾那点笑话了。够了！此事我做主，既然占了人家姑娘的清白，就得明媒正娶，择日完婚。夫人，出大事了！昨夜侯爷醉酒，胡姑娘进了书房之后就没出来。今早老侯爷当场拍板，让侯爷娶她做正妻。让她做正妻！我刚被贬做妾，新人就急着进门了。裴哥哥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柳姨娘身子不好，咳血落泪的，留在府里也是受罪。如今我既然是宁远侯夫人，也该多为姐姐考虑。西郊的庄子已命人收拾出来了，那里清静，适合养病。姨娘今日便启程吧。茵儿，那里是乡下，姚娘她……侯爷，我这也是为了侯府着想啊。如今姑母已有身孕，倘若我以后再怀上孩子，她日日在府中咳血流泪，未免冲撞了胎气。你放心，我会让人好生照看着，不会亏待她的。裴哥哥！侯爷若心疼，大可以去庄子上看看他。
我和那些爱争风吃醋的女人不同，一向很大方的。侯爷院子里那几个通房丫鬟年纪也不小了，该放出府嫁人了，每人给10两银子做嫁妆，今日便送出府去。侯爷近日忧心朝政，关乎侯爷前程的事不得马虎。后院里那些莺莺燕燕，一个不留，省得侯爷分心。是，老奴这就去办。新夫人手段可真够狠的，成亲第2天就把柳姨娘送去了庄子，后院的通房丫鬟也全给打发走了。如今这侯府后宅，她倒是事事都管。话说回来，侯爷怎么不去庄子上看那姚娘？当初为了她，可是连镇国公府的婚事都退了。有了新人，哪还顾得上旧人？这府里往后就是新夫人的天下了。姚娘怕是这辈子都等不到侯爷去看她一眼了。瞧谢小将军那仔细劲儿，成婚这些日子了，还跟新婚似的。江家小姐退婚之后，倒越过越好了。裴侯爷如今又娶了胡家那位，哎呦，日子又不太平。裴夫人，那是给一品诰命留的席位。那旁边那个呢？那位穿紫衣裳的是哪家的？你少说2句，这里是宫中，不是侯府后院。我怎么了？我不过是问问，这些规矩你也没告诉过我。2位不入席，来此所谓何事？你还好吗？好得很，不劳裴侯爷挂心。谢小将军果然会疼人，瞧江小姐这头花多好看，不像我们侯爷，都成亲月余了，连根素钗都没送过。闭嘴！你事事都要跟别人比，旁人成亲没多久就有了身孕，你嫁进府都几个月了，怎么半点动静都没有？你把府里的妾嫔通房全都打发了，如今你还怀不上孩子，是想绝了我侯府的后吗？这怎么能怪我？我已经看过大夫了，大夫说我身子没有问题。既然我迟迟没身孕，那侯爷也该去诊诊脉。有些男人也会不能生养，不也得诊治吗？哟，莫不是侯爷身有隐疾？无从知晓啊。放肆！你敢说我不能生养？你原来有妻有妾，可一个也没生养，谁知道是不是你的问题？正好在宫中，不如请太医为你诊个脉。好，诊脉便诊脉，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的问题。侯爷，是不是误食了什么大寒伤生之物？看脉象，只怕是子嗣艰难。绝无可能！从脉象来看，这是近几个月服药所导致的。侯爷可吃过什么不寻常的、以前从未吃过的东西？是姚娘，前几个月她每晚都端来1碗甜汤，说喝了能安神。去侯府厨房，把她煮甜汤用的那些东西全部带来。夫人，宁远侯如今真能好好修身养性了，旁的不好说，断子绝孙是板上钉钉。就你会说。侯爷，东西都带来了。这砂锅里还有着浸过的药物痕迹，确是绝嗣的药物所致。天爷啊，好大的热闹哟！宁远侯府这些时日荒唐事一件接一件，宁远侯府怕是又要变天喽。听说老侯爷的姨娘已有身孕，你们说这结位还能落到裴云州头上吗？这位裴夫人可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她闹着要诊脉，诊出这么个结果，若是自家院子倒还有得搪塞，这大庭广众的，往后守活寡的日子还难着呢。立刻派人去庄子上，把柳瑶娘给我押回侯府。姚娘，你为何要害我？
夫君不明白为何，我也不明白，我为何就降妻为妾。后来有个小丫头告诉我，那天你和老夫人合谋给我下药，是要让我绝子。我这才明白，原来我降为妾都是你们计划好的。不就是绝嗣吗？不必多费手掌，只要你不能生养，这后宅从此就清静了，再也不会有人争宠，也不会有那些猜忌算计。如此多好，何必娶多少妾室？再多你也不会有子嗣了。你这个毒妇！老夫人昏过去了。你早就知道真相了，所以才给我炖甜汤。把他送到官府，押入大牢，谋害侯爷，罪该万死。老夫人这是中风，命是保住了，但这身子只怕再也起不来了。柳氏谋害侯爷，判流放3000里，明日便启程。老侯爷年事已高，有什么事起来说吧。臣有罪，不敢起身。臣长子裴云州被柳氏下药谋害，以绝子嗣，此事宫内外人尽皆知，臣不敢隐瞒。然侯府不可绝嗣，恳请陛下下旨，将爵位改由次子承袭，以保侯府香火不灭。裴云州的事，朕已听说了。准了。谢皇上隆恩。胡姨娘已经生下男丁，侯府总不能绝嗣。我已奏请皇上将爵位传于你弟弟。父亲，唉，裴云州这孩子真是可惜。从前那个意气风发的小侯爷，竟也落到这般地步。绝嗣之事闹到人尽皆知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。侯府总不能断了香火。绝嗣之事早已朝野皆知，皇上念着旧情已准，此事已定，我儿不必再多言。又喝上了，这都多少天了？自从爵位被夺，他天天都是这副模样。今早我进去送饭，见他倒在门槛边，我还以为他已经死了。他现在已经不是侯爷了，如今裴姨娘长家给他的月龄比以前少了许多。老侯爷可真是无情，原配妻子卧病在床，亲生儿子天天这般颓靡不振，他倒是娇妻在怀，承欢袜下呢。京城这些大户人家最在乎脸面，当初像江小姐那样的士族千金，不也是不想让国公爷因为裴家过往的一点恩情为难，才同意这桩婚事的吗？好在江小姐祖上积德，婚事临门之际及时止损了。人家现在是虎贲夫人，谢将军夫妇是京城著名的同心同德，琴瑟和鸣。以后宁远侯府的事，不必再来报了。是啊，以后我们有自己的日子要过，哪有闲心管他人呢？怎么了？不舒服？昨日夫君公务繁忙，不知晓太医来过了，我怀孕了，夫君高兴吗？我要做爹了，高兴！我太高兴了！生机勃勃的未来马上就要到了。